脚底不停的摩擦声、受限的空间，还有哪儿都去不了的单调感。你感觉时间正在飞速流逝，但其实只过去了11分钟。你不禁好奇，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这难道不是残忍而不正常的惩罚吗？实际上，这就是它为何存在的原因。在18世纪，跑步机是为了惩罚英国犯人而发明的。在当时，英国的监狱制度极其糟糕，死刑和驱逐出境是最常见的处罚，而那些被禁锢在肮脏牢房里的犯人面临着漫长的孤独。所以，那些由宗教团体、慈善家和像 Charles Dickens 这样的名人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试图去改变这些悲惨状况，帮助犯人革新。他们的运动成功了，整个监狱系统都被改造，而跑步机作为帮助犯人重新提高生产力的新方式也被引进。原始版本的跑步机由英国工程师 William Cubitt 在1818年发明。犯人们踩着有24个轮辐的巨大桨轮，当轮子转动的时候，犯人们不得不加快步伐，以免摔倒，就像现代的步进机器。同时，轮子的转动使机器能够抽水、研磨玉米或发电，这就是跑步机名字的起源。这些装置被当成是严格管教犯人的一种绝妙方式，同时又能为发电厂增加收益，帮助重建被拿破仑战争摧毁的英国经济。这是全方位的胜利，除了对犯人们来说不是。据估计，犯人们每天平均花费大约6小时在跑步机上，相当于爬了1524到4267米的山，等于爬到珠穆朗玛峰的半山腰。想象一下，1周5天这样的高强度运动，而仅吃到少量食物。Cubitt 的想法很快传遍大英帝国和美国。在10年之内，英国约有50座监狱设置了跑步机，美国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不出意料，这种缺乏营养支持的苦力劳作使很多犯人体力不支和受伤，而监狱看守对此并不关心。1824年，纽约一名叫 James Hardy 的监狱看守赞扬这些装置驯服了他粗暴狂躁的犯人。他写道：“是始终如一的单调乏味，而非艰苦的劳作使人觉得恐怖。”这句话依然大受赞同。而跑步机继续在英国被应用，直到19世纪。终因其导致的影响太恶劣，遭1898年颁布的监狱法禁止。当然，这折磨人的装置最终强势回归了。这一次，它的主要目标是普通民众。1911年，跑步机在美国注册了发明专利。到1952年，现代跑步机的雏形已经出现。当1970年慢跑热席卷美国，跑步机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简单方便的有氧健身法，同时能减掉多余的脂肪，坦白讲，效果非常好。跑步机至今仍大受欢迎，所以下一次你自愿臣服于这样一台曾被用来残忍惩罚犯人的跑步机时，你应该感到庆幸自己能决定什么时候离开。跑步机并非是唯一有着黑暗且残忍历史的日常产品。观看这段视频，回到巧克力的中美洲家乡，追寻其并不那么吸引人的历史。